蒙古利亚萨满法师啊，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就是王叔你好，他叫 Kevin 啊，我又来了。书接上回，这次分享一下萨满弟子的故事啊。那个女孩是个萨满的弟子啊。先说一下我怎么和她认识啊，因为去年11月啊，你这个故事又讲一遍，就是我结束了一段将近10年的恋情啊，悲伤之余不就跑去喝死藤水去了吗？然后呢，他又写了个帖子，结果呢一下子火了啊，不知道在哪个社交媒体上写的啊，说头2天啊，每10分钟就有人找我私聊啊，我也不知道这么火呀。到了月底啊，到了第2个月底，12月底啊，没什么人找我了。这时候呢，来了个德国的 IP 跟我打招呼。那这个德国的 IP 呢跟我聊得非常投机啊，是个小姑娘，然后叫 Z 啊，估计姓张之类的吧，然后我们就叫小张吧。跟我们聊神秘主义啊、外星人啊之类的，哎呀，特别好，聊，哎，这个凯文有点钱吧。然后就说咱们一起投资一个甜品店吧啊，然后小凯文出钱啊，因为他很年轻啊，小凯文出钱，然后小张出力啊，挺好，俩人一拍即合。于是呢，俩人就越走越近啊，然后就这个小张的同事，小张在德国勤工俭学的打工，他中餐馆打工，他那个中餐馆一起打工的同事啊，小服务员啊，其中那个就是蒙古人啊，蒙古族的，内蒙的，哎，那个小女孩也是女孩，她说她是一个萨满的传人。哎，我给你介绍认识，你不是喜欢玄学吗？哎，我们就正好身边有这个资源，哎，他们就认识了。然后这他怎么这么年纪轻轻的20来岁小孩，怎么小女孩，她怎么就有这个萨满的能量呢？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这小女孩呢有一个妹妹她是姐妹俩，哎，他们一家2个孩子，哎，妹妹怪病，医生治不好就内蒙的嘛，就是有萨满嘛。就找看事的萨满看，内蒙当地的萨满，哎，看妹妹病的同时看上姐姐了就看上这个打工的这个德国打工这个小服务员了，哎，看上他了，说你有这个能力，哎，你是个好苗子，你是这个天灵根天灵根，你这个一定将来是能他妈做一元婴长老所以我要收你为关门弟子，收为关门弟子，收为关门弟子，师尊呢？今天收了你做弟子没有别的礼物给你一点灵力吧就当时就渡了一些灵力给他，他一下就具备了这种能力了。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学习就是这个能量的获得，就是老萨满直接渡给他的一些。他现在获得的那个超能力包括捕捉被观察者的强烈念头就是他心通的一部分，读取被观察者带有强烈情绪锚点的记忆片段。看到被观察者的阳寿，哎，在他的眼里，每个人都有一个血条就那血条就你还有多少年，你离死亡还有多少年每个人都有一个血条。看到每个人的智力水平从你后脑勺上打一眼就能看到你 IQ 人体的气场这人是不是好人呢？坏不坏这气场干净不干净有没有病最大的可能性的未来就是你的前途。感应被观察者紧密接触的人，看到比如说你的爱人他能通过你来感应他。看到被观察者的直系亲属的过去场景（括弧包括已经死了的看到被观察者的死亡亲属在阴间的情况就是类似于观落阴。注意，被观察者的脸必须被法师看到，现场看真人的效果最好照片也行，也凑合，但是呢会不准有时候会失准，所以只要让他看到你的真人他这个法师就具备这能力。法师说他这些能力其实都是神的力量不是他自己的。有时候看到的是第1人称视角有时候看到的是第3人称视角。这些能力我后面会举例说明包括法师在内一共有6个师姐妹这个萨满，这个老萨满一共收了6个孩子。那这个女孩呢是关门弟子第6个。萨满师傅就是他们的师傅用这个小萨满的话描述，就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太太那么我问法师，为什么你们只有女性他们都是女性他们这个6个师姐妹都是女性，为什么只有女性才能通灵他回答说因为女性是孕育生命的能量女人身上是有阴能量的，比男人更容易通神。而且我们内蒙我们蒙古族信奉的是长生天就是腾格里那叫长生天他给我写他叫长生天那叫长生天生命的生，是女性的象征。然后他马上就问就是 Kevin， 因为Kevin 是学富五车的这么一个现代人所以Kevin 马上就问，是不是跟西方的那个地球母亲盖亚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呢因为地球
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盖亚啊。那法师说对，差不多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法师提到过啊，就是如果要是紧急状态，可以请他的师傅请神上身啊，就直接把神降下来啊，这萨满都会的。但是呢，上身以后就会变成不男不女的声音，但是呢，很少。第一没有什么需要啊，第二呢，就是如果真的请神上身的话，是非常伤身体。那他的五师姐啊，就是他再上一个弟子啊，五师姐也很厉害，曾经摆平过一个煤矿几十口人的事儿啊，没细说啊，估计是某一个煤矿，山西的私人煤矿塌方闹鬼啊，下不去井了，闹鬼闹得厉害，他做法给他把这事摆平了。那这个五师姐因为之前做法事啊，帮人强行摆平一些事情，结果沾染了反噬啊，沾染反噬之后双腿残疾了，失去了行走能力，现在啊在坐轮椅啊。这个五师姐特别护短，睚眦必报啊，所以她遭反噬的厉害嘛。法师在德国如果受到种族歧视啊，都没有告诉五师姐，他就能出手报复啊，就隔空就在内蒙隔空就戳死这个德国种族歧视者啊。这样的性格可能也导致了五师姐受到业力的反噬吧啊。你说的对，不是你瞎猜的。其他的师姐法师没有给我介绍啊。我和法师的相识是什么呢？因为我要跟这个小张啊共同开甜品店，小张跟法师天天在一起，所以他就是请这个法师了。感应一下这个人品怎么样。法师说我不是个坏人啊，然后呢过年的时候来伦敦找我玩啊，那就两个人就聊得多了啊。那个小张跟我一见面啊，在伦敦见了面之后，法师在德国隔空就感知到他的信息了啊，感知到了我的一些模糊未来。他说我这个人财运很好，晚婚，未来的媳妇儿是个脑袋空空的美艳少妇，完蛋了啊！我操，那你肯定娶的是个 AI 老婆啊，就是未来啊，再过个10几年，就有特别美艳的小少妇是 AI， 她跟人长得一模一样，比人长得漂亮，哎，脑袋空空的啊，因为 AI 的那个算力芯片并不在头部啊，它在它躯壳里边，脑袋空空的美艳少妇啊，并不是人类啊。那不过我的理解是，这个按照你目前的灵魂振动频率的最大可能性未来，小张的未来伴侣就屡次改变，而且是在法师的建议下啊，可以发生改变。比如说多看一些人文类的书籍啊，他的未来伴侣在法师那个预测里边就会从一个没文化的土鳖暴发户忽然变成一个高等知识青年啊，这和我所理解的就是外星人巴夏通灵所传授的信息是一样的。一切的可能性啊，在未来的实相都已经存在。我们每秒钟以几十亿次的频率切换到符合我们当下灵魂能量频率的未来，时间本身就是这种切换实相的副作用。后来我去秘鲁喝死藤水啊，把日记分享给了小张和萨满。那萨满法师看后说，我还再次重复，我是大富大贵的命，这是他对周边人最高的赞誉。不过也提到我这个人很奇怪，虽大富大贵，但带有伤病啊。这个时候法师还不知道我从小腿有残疾的事情。我从秘鲁回来以后啊，就想着能不能亲身去见法师一面。法师最早感知到我的时候啊，也就是开甜品店的时候，明确说啊，我是见不到他的。不过后来他知道我是个好人，于是欣然同意我呢就去德国啊，以看望小张的理由去拜见法师啊。4月16号，也就是上个礼拜，4月16号下午啊，在小张的安排下，我和法师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奶茶店相遇了。我们仨坐在奶茶店外边开始交流啊，然后他看我的手相啊，什么交换见面礼物啊，然后有几点之前我是不知道的。他说我寿命很长，我问有多长，他没回答。他非常惊奇的说，我这个人周围没小人啊，他第一次见我这样的情况啊，因为大部分人身边有小人。我说可能因为我圈子很小吧，本来就没什么朋友。他笑了笑，还说我手掌里的血管是乌紫的，建议我不要再吃生冷的东西了啊。这是初次相遇啊，法师最多是给了我一些身体健康方面的建议啊，比如建议我早点睡觉，多出去走走，接地气，晒晒太阳的，看出来你这个阳气不足了啊，你那个也不够强壮啊。法师为我治愈心灵。4月16号晚，那我们仨人一起去中餐厅吃饭啊，我请法师吃大餐，法师大鱼大肉点了好多菜啊，都是他爱吃的，吃得非常开心。我是有点忐忑的啊，既想知道未来，又怕知道未来后的失落，所以呢，就是闲聊啊，聊着聊着，法师问我，你是不是想去非洲啊？我说对呀，我是很想去看野生动物，看大迁徙。他说去吧，蛮好的，不过记得去之前打好疫苗啊，这事儿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
啊，就是我脑子里幻想过很多次计划啊，而且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画面，估计直接被他读取了。然后我问，那我能去台湾吗？啊，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以去，而且会有一次艳遇，不过不要在室外待得太久，待得太晚。他说，你不要去请神问鬼，就是你此去台湾，你不要去请神问鬼。我看到你走进了一个像是老建筑、废弃建筑一样的屋子啊，屋檐是人字形的，带有卷边啊，就是那个中式传统的，门是绿色的啊，接触这个对你身体不好。我非常吃惊啊，我自己是想去台湾做观落阴的啊，去看看奶奶和她说说话。法师说，你不必感到愧疚，你没有对不起你奶奶啊，你奶奶在下面过得很好。我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啊，他真的想去台湾看观落阴啊。那奶奶在2018年中风之后失去了语言能力，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2019年，由于她没有办法说话了，也只能用手比划比划。之后因为 COVID 我就一直回不去啊，奶奶呢就慢慢的就生病了，然后最后就去世了。去世呢也没有见到啊，就是因为她在国外隔开了嘛，她回不去。等再次回去已经是2025年了啊，已经时隔6年 COVID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去世了。奶奶对她很好，所以这个小 Kevin 呢对奶奶呢有很深的执念啊和感情。于是呢法师就看出来了，这是他的一块心病，说你奶奶很爱你，她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她最记挂的就是你有没有穿暖呀，吃好啊，吃饱啊。我可以看到你小时候你奶奶会把好吃的留给你，她走的时候并不痛苦啊，你不用内疚，只是在临走之前有一些执念啊。什么执念呢？是惦记自己的儿子孙子啊，儿孙满堂，孩子们将来过得好过不好，自己撒手人寰了啊，有点担心。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遗憾啊，所以呢法师说，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感觉到了你整个人都写满了对奶奶的思念2个字。但是对于过于思念过去已经去世的亲人的话，你的这种执着呢，会影响他们的投胎，会在地下跟他有感应。听到这些，我泪水就像开了闸一样，忍不住的向下流。想到了每次儿时每次的奶奶对他的好啊，然后长大了以后也是每次见面离开之前，奶奶都会让我摇下车窗，最后再叮嘱几句然后就是心里边就是最后一次要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奶奶还问为什么去那么远我就越想越哭哭了很久都缓不过劲来。法师说，对不起，但是你的心结必须解开。其实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奶奶是我的一个心结，只是我比较想念她。这真是你的心结。为什么这个人的心结不一定是恨呢？还有爱和恨是一种东西，爱和恨本质上是硬币的两面就是如果你站在上帝的角度，这个世界上没有爱也没有恨那爱恨呢，这个东西呢就都是尘缘就是一个灵魂和另一个灵魂的缘分没有缘分就不会有爱，也不会有恨的如果有恨，说明有爱，有爱就说明有恨，所以其实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他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让你把这个东西解开放下尤其是佛教。看我情绪稳定的差不多了，法师开始从我爸的童年开始解释为什么我爸总是暴躁易怒打我，对我进行棍棒教育。一直到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还打我我和我爸的关系非常疏离法师对我的解释是，你爸其实是爱你的，只不过你爸这个人呢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因为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父爱是缺失的也就是他们爷爷是不在的，导致他不能理解父与子之间的正常关系。然后法师后面提到了我母亲那边的各种亲缘关系，都说的对都说到点子上了，这是很神奇的。甚至法师能够直接看到我祖父母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生活状态的片段能看见那顿晚饭我是一直在哭伴随着强烈的情绪波动我拉了3次肚子你这人挺有意思排泄了这脏东西都拉出去了。法师解读我的未来4月17号我继续请他吃饭那因为我最爱听八卦呀，是合伙的关系，小张也来了，小张就让法师看一看财运和事业，看我们未来的这个事业，看了一下说财运还好，还是很好，还给出了未来关键的融资时间节点和具体金额。他让我胆子大一点，跟 VC 多要一点钱因为已经应该不是那个奶茶店，应该是他自己的项目他搞高科技的。因为已经空窗半年了，我又是个恋爱脑，其实我对自己的感情问题还是更关心一点的，所以我就问了我以后的感情状况。法师的解答跟之前看照片的时候是差不多，就说是晚婚，就等你非常有钱的时候等你更有钱的时候，你这样才能弥补你身体上的缺陷你的老婆非常美艳非常漂亮就是
脑袋空空。这个其实你也知道，你身体的缺陷是一种双向的高效的双向选择。能喜欢上你的一定是教养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这样一旦在一起，其他的问题也会少很多。哎，那就是法师还是个小女孩嘛，啊，她是嫩，她看到了这个 vision 啊，但是她解读不出来啊，就像那个老太太看到飞机啊，过去那老太太看到飞机说一个飞行的铁鸟。他在微镇里边看到了现代的飞机，但是古代的预言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说是一个铁鸟啊。那他看到了一个脑袋空空的啊美艳女性啊，美艳女性跟你在一起啊，他以为是啊你很晚婚嘛，就是你现在大概至少10几20年以后嘛啊，他以为是那个时候你更成熟了啊，那时候你更有钱了，毫无疑问，但并不是你更成熟了啊，而是技术更成熟了啊。就是我替萨满给你解释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啊。他还看到了我下一段感情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他描述了对方的发型啊，但是说看不清脸啊，没事啊，那个脸是可以换的啊。我想知道更多后续，但他不肯告诉我啊。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灵性方面的探索啊，于是我就问我这辈子能不能也修行啊？他说，法师说，我看到你一直在尝试，但是没有师傅带路啊，你这辈子没戏啊，别再考虑了啊。这个还再次提到了让我少接触鬼神，为什么呢？就是他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是一样的，因为你给我的照片，我一看就是，你太弱了啊。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阳气太弱了。啊，你的阳气，所以你接触鬼神容易生病啊，容易对你啊产生强烈的副作用。好了，不过他说可以保持对外星文明的探索，因为外星人是存在的，而且也不算灵界的事啊。这顿饭吃得非常轻松啊，问了一些琐事，有问必答啊，不赘述了。一些趣事啊，这个我们一起去地铁站的时候，电梯前面有一个大爷啊，德国大爷在抽大麻啊，大麻烟把法师呛到了，然后他说了一句：“哎，这么大年纪还抽这个。”然后又说了一句：“哎，也该享受去享受吧，还剩3年啊，寿命还剩3年。”后来在月台等地铁的时候，他有点无奈的说：“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就看到别人的阳寿这个能力啊，是一种枷锁，就是一般的人啊羡慕这种能力，但是有这种能力的人呢，又羡慕一般人的平凡啊，因为有这种能力也会遭受很多的这个，尤其年轻的话啊，会遭受这样很大的这个心灵和情绪的冲击。”啊，第二天请法师吃中午饭的时候，他提起了他的前男友啊，他说他前男友是学数学的，很聪明。然后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呢？说他自己，那你这都是法师了，你怎么还失恋了呢？他不还表白失败了呢？就是因为法师啊，在看自己的事儿的时候他看不准啊，他说他蒙着一片白幕啊，就看不见看不准。那对于他去秘鲁喝死藤水啊，法师说你们现在去秘鲁干这个事儿的人太多了，已经把亚马逊那边的神明啊都污染了，太多的灵魂，太多的杂七杂八的人类涌入亚马逊那个小庙里啊，进入这个神明在亚马逊森林的这个土著的这个能量场里面，使得当地神明的力量变得非常分散啊，也非常的浑浊啊，所以你喝死藤水那一次呢啊，那个小法师说你是精神受损，大脑前额叶也受伤了啊，那个等于中毒了啊。好了，那么最后一晚啊，我们在家里聚餐啊，饭桌上啊，那个小张问法师和一个在一起吃饭的男室友，谁脑子里的淫秽思想更多？法师嘟了嘟嘴，用手指着我，我哈哈大笑，让法师具体说。法师说都是小孩子不能看的东西，会得鸡眼的。你喜欢蒙着眼睛玩啊，蒙眼玩。我听到这个很迷惑，因为我从来没有啊，因为这个 Kevin 从来没有蒙眼玩过啊，性爱的时候从来没有蒙过眼，所以他以为法师看错了。然后呢，他说我没有蒙眼玩过呀，然后问法师是我蒙住对方的眼睛，还是对方蒙住我的眼睛？法师说是你自己蒙住自己的眼睛。那个我开始有点懵逼，说法师你这次穿帮露馅了，我这个你真没看对，我从来没有蒙着眼睛玩。法师说你还装。我现在就给你告诉你一下我看到的 vision， 你蒙着眼睛，手在前面乱抓，是不是？他立刻陷入就是这个 Kevin 立刻陷入傻逼状态，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是涉及到他的一个隐私，因为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要失恋了嘛，啊，他性生活不能断呀，所以呢，他有一个苹果的 Apple Vision Pro， 那里边有 VR 黄片，他呢确实是带着苹果的 Vision Pro。看 VR 黄片的时候啊，自己玩，然后手在前面摸，然后法师看到那个画面了，
所以呢，其实啊，他自己还在解释，其实我只玩过2-3次，但是看的时候会有强烈的情绪，这也验证了法师能读取被观察者的带有强烈情绪记忆锚点的记忆片段的能力。其实很多能看到画面的超能力者都有这种局限性啊，只能对画面进行自己认知范围内的解读。比如保加利亚盲人预言家巴巴万加，他就无法理解飞机，他说天上飞行的大鸟。好了，结语，以上故事可能已经超出一部分人的认知了，如果不信的话就当小说来看吧。最后祝各位观众性生活愉快发大财，有机会的话来伦敦线下交流。Kevin 啊，谢谢 Kevin 啊，这么精彩啊，这么精彩的故事啊，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啊，我自己还没试过呢，就是用苹果 Vision Pro 看 VR 黄片有强烈的情绪冲动啊。我现在用手机啊，用电脑看，我其实一点情绪冲动都没有啊，一点感觉都没有，跟我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啊。年轻时候看徐若瑄啊，看舒淇啊，看宫泽理惠那时候，哇操，那鼻血都滋出来，现在没戏了。还不知道 VR 啊，倒是有道理啊，因为 VR 那个苹果，尤其苹果 VR 做特别好啊。好嘞。VR 这么得劲吗？贝吉塔问，我也不知道呀，但我也是今天看他的戏我才知道，他玩这个啊，Kevin 玩啊。好了，